第156章惊魂一瞥。有那么一瞬间，克莱恩随意扫过的目光停顿了下来，凝固于那熟悉人影的身上。他旋即察觉到自己表现出了一点异常，而在半神的灵感里，这是不可能忽视的问题。背部肌肉一紧，克莱恩脑海内念头电转，碰撞出了火花。他没有条件反射般猛然移开视线，而是依旧望着那边，望着那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神，含笑对马赫特议员道：来这里的果然不只是退伍军官，这是看起来观察细致，实际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马赫特议员呵呵笑道：任何一个俱乐部发展到最后，都会超出他原本的界限。他的回答看似什么都没说，可仔细品味，又会让人觉得似乎说了点什么，或者刚好相反。这个时候，那位肩膀宽厚、手臂略长、穿着黑色正装的先生也自然地侧过脑袋，看了眼两人所在的位置，见某个捐献了15000镑的富翁正好奇地打量自己等人，并与旁边的马赫特议员低声交谈，这让他觉得对方刚才惊愕的目光更像是知道了他职务后的正常反应。然后他就收回了视线，继续还未结束的话题。而这个时候，克莱恩背心已是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只觉双腿都有点发软。他虽然也算直面过半神，甚至发生过战斗，但这种小场合内近距离接触，遇危机于一念之间的情况还是初次遭遇。而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他远没有做好面对半神的准备，不仅一个密偶都没有，还只带了桑中左轮、阿兹克铜哨和冒险家口琴。海神权杖没法用肉身携带，且对使用环境要求苛刻，否则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格罗塞尔游记一旦放在身上久了，会让克莱恩被动进入书中世界，到时候再想出来就很麻烦了。蠕动的饥饿还欠封印，每天都不安分，不是有需要，不可能提前拿出。窃运者符咒由10只虫制成，说不定会引来阿蒙，除非很快就会用掉，否则克莱恩哪有胆子一直带着。如果真被那位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神发现了问题，他能想到的最好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吹响口琴，召唤信使小姐，请她带着自己借助灵界逃出贝克兰德。他没想过让雷尼特提尼科尔直接与对方缠斗，自己拿着桑中左轮在旁边找机会开冷枪。因为这里是贝克兰德，是官方非凡者的主场，以信使小姐的奇特造型，那位先生随便扣个罪名，等待克莱恩的都必然是围攻，必然是越来越多的半神和强力封印物。真是惊险啊！克莱恩符合逻辑的移开了目光，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双腿，不显一点异常的往大门口走出。他没有询问旁边的马赫特议员，没有问刚才那些人都是谁和谁，显得一点也不感兴趣，以此证明之前真的只是那么随意一瞧。不过对方的回望又让他的容貌暴露于克莱恩眼中，浓密但不杂乱的黑色眉毛，短而硬的同色寸发，深蓝近黑的眼眸，高挺如同山峰的鼻梁，从嘴边四周往外延伸的大片胡须，深刻的轮廓，较长的脸型，以及冷酷的线条。这是一个很有硬汉味道的男人，年纪30多40多都有可能，难以准确判断。仅从外表来看，克莱恩觉得他更像仲裁人途径的半神，而非黑皇帝的。当然，这位半神的气质其实更接近战士，但是他太矮了。有了这清晰的容貌，克莱恩无需再询问，可以直接找阿罗德斯要答案了。即使他还忌惮提防着魔镜，也可以委托修小姐、沙伦小姐等人做简单的身份调查。他相信，因为半神再怎么隐藏，职位也不会太低，很容易就能被查出。1步、2步、3步，克莱恩举止正常的离开了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上了马车。他靠住箱壁，闭上眼睛，默然了几秒，于心里悠长的叹息了一声。断掉的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线索终于又连上了。他许久没有睁眼，没有说话，仿佛还在回味之前讨论的生意问题，但其实更多是在抚平刚才强压下去的内心情绪。这个过程中，克莱恩发现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几次想要开口，又闭上了嘴巴，似乎在为难什么事情。最终他什么都没说，专心的为雇主准备起侯爵红茶。克莱恩因为刚刚的遭遇，一时半会也没那个心情顾及他的问题，装作什么都未发现。静默的氛围和车轮转动的声音里，他们回到了伯克伦德街160号。上至3楼，克莱恩正要去1等女仆已调好水温的浴缸泡澡，拿着他礼帽和手杖的理查德森前赶了2步，躬声问道：先生，您最近是要去南大陆？
对克莱恩坦然回应道，他甚至已准备好再给女管家塔内亚500磅现金，作为他在南大陆时道恩唐泰斯府邸的日常开销。与此同时，他也对上流社会管家和贴身仆人这2个职位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主人很多事情根本瞒不过他们，所以当彼此信仰态度或政治立场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后，必然要更换。理查德森犹豫了下道，先生，我出生在南大陆，掌握着都坦语，对当地的各种习俗都非常了解，应该能帮助到您。都坦语是古拜朗帝国的通用语，在今天的东西拜朗，普通民众使用的依旧是这种语言，只有位于中上层的那些人才懂古福萨克语、鲁恩语和英蒂斯语等外语。克莱恩对此的感受更多是幸运，因为古拜朗曾经是有真神存在的统一帝国，所以内部各个邦虽然各有口音，但使用的都是都坦语，书写的文字也同样如此，这就让他省去了不少麻烦。要是遇上几十上百种语言混杂使用，那才让人头大。不过都坦语和古福萨克语不是一个系统的，我无法像学习后者的众多分支一样很快就能掌握，找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安德森似乎很擅长都坦语，没见他提过在西拜朗有交流障碍。克莱恩听完理查德森的话语，忽然明白了他刚才在为难什么。作为一名贴身男仆，雇主外出办事时，他是需要跟随的，而管家则不必。也就是说，贴身男仆既是生活秘书，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商务秘书的角色。很显然，理查德森喜欢贝克兰德的生活，喜欢这里的一切，不愿意回南大陆，不想再见到能让他记起往事的景物和事情，所以在马车之上时，才几次想说明自己的专长，却又开不了口，希望道恩唐泰斯能另外寻找更加合适的人选。克莱恩沉吟了下道，看得出来，你不是太喜欢南大陆，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这些事情？理查德森缓慢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道，您给了我获得经验、成长起来的机会，我想我应该是能帮上忙的。很朴素的报恩情节，如果你不说，没谁能确定你会都坦语。毕竟你是在东拜朗的殖民庄园里出生和长大的。克莱恩仔细看了理查德森几秒，无声一笑，于心里感慨了2句。不过他没打算让这位贴身男仆跟着自己去南大陆，一是这会导致他各种行动都变得不方便，二是万一对方又被什么富国会灵教团的熟人给认出来了，说不定会影响到下半生。克莱恩笑笑道，我在那边有不少朋友，他们都懂都坦语，都知道各种习俗。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要留在贝克兰德，每隔一段时间代替我去部分朋友家送点礼物，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名单。还有，多看报纸，多留意有价值的投资消息，并做实地考察，然后给我相应的报告。我会让塔内亚女士专门为这些事情预备一笔款项的。理查德森先是有点愣住，旋即又惊又喜的说道，是，先生，我会努力的。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重用，视线莫名变得模糊。从出生到现在，他第一次感觉到未来充满希望，让人向往。打发走理查德森，克莱恩舒服的泡了个澡，缓和了紧绷的精神，然后穿上睡衣，回到卧室里，拿出纸笔，画了个窥视与隐秘柔和的复杂符号。全身镜表面，水波突兀的一圈圈荡开，银色的光芒组成了一个个鲁恩纹。至高的伟大的主人，您忠诚的渺小的谦卑的仆人阿罗德斯因您召唤而来。您又要离开贝克兰德了吗？克莱恩点了下头道，是的。不等阿罗德斯表示可以提问，他直接开口道，在南大陆，我还能联系上你吗？当然可以，只要您拿出那台神奇的收报机镜子表面，那些银色的单词飞快重组着，不过您不能让它停留于现实太久，或是使用的太频繁。南大陆有很多欲望母数的赐予，他有可能借此感应到。克莱恩轻轻颔首，顺势问道，你对欲望母数有什么了解？魔镜阿罗德斯豁然沉默，许久后才让镜面的银色光迹蠕动变化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不敢说，也不敢显示。第157章提醒众人，不敢说，不敢显示，至少在阿罗德斯这里，欲望母数是肯定要强于序列一扎拉图了。不，比怪物途径的唯一性概率之头位格还高，应该有办法绕过限制，让阿罗德斯说出显示出相应的情报，比如将他的本体带到灰雾之上。呵呵，这怎么可能？除非我已经是天使，且完全掌握了那片神秘空间。克莱恩眼眸微动，
没有追问，开口说道：“该你提问了。”全身镜表面，银色光芒的流动豁然变得轻快，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单词。伟大的主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好问题，克莱恩思索了一下道。在我离开贝克兰德后，留意艾伦·克瑞斯医生家里的状况，一旦他的妻子生产，记得与我召唤你时，主动告诉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克莱恩认为将这件事情交给魔镜阿罗德斯更为妥当，毕竟其他人没法一天24小时都监控着艾伦医生的住所，而克莱恩需要做的是，到了月底时，每天都更换住处，开一次收报机。好的，主人镜面的文字充分表现出了阿罗德斯的心情。我有一个问题，说克莱恩点头应许。这一次，魔镜阿罗德斯凸显单词时，充满停顿，给人一种强烈的迟疑感。伟大的主人，那个孩子和你是什么关系？他似乎在疑惑灵界之上的至高主宰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咦，我都说明了是艾伦·科瑞斯医生家未出生的那个孩子。阿罗德斯竟然还没看出威尔昂塞汀有问题，在遮掩自身命运和特殊上，水鹰之蛇比其他序列的天使强多了啊！可是魔镜可以准确的给出吞围者乌洛留斯离开贝克兰德的时间。应该是威尔昂塞汀重启时很难被高位者发现问题，这也就是他能躲避命运天使的原因。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回答道。朋友关系对于做威尔昂塞汀教父的事情，他只是随便那么一想，并没有把握，也不敢强求，害怕惹恼了这命运之蛇。只是朋友关系啊！阿罗德斯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了莫名的失望。伟大的主人，您可以提问了。克莱恩想了想道。你知道我今晚在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见到的那个人是谁吗？如果你不确定我指的是哪位，我可以画给你看。幽暗深邃的镜子里，水光浮动了起来，映照出了一位外表冷硬、胡须大片、眼眸深蓝近黑的男子，正是克莱恩说的那位疑似黑皇帝途径的半神。与此同时，相应的文字描述凸显在了照片的下方。他叫丘纳斯·科尔格，出身军情9处，目前是少将副处长，对外宣称只有律师途径的序列物，但只长着一件厉害的封印物。军情9处少将副处长，看来是王室那个派系在间谍机构的代言人啊。克莱恩记住了魔镜给予的情报，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该怎么调查，从哪里着手。毕竟对方是一位半神，不管是窥看还是打探，不管是自己尝试还是委托给他人，都容易引起警觉，惹来报复。他唯一觉得靠谱点的思路是通过正义小姐做初步的信息搜集。这位少女不仅本身地位高，有足够的人脉了解到相应的情报，而且还是观众途径的序列6，能不引人怀疑的引导话题，不动声色的完成观察。不得不说，观众虽然正面战斗能力差，但其他方面真的是非常强。而且有了心理医生和催眠师的能力后，观众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操控和引导战斗了。克莱恩一阵感慨，琢磨起还有什么应该问一问魔镜阿罗德斯的。就在这个时候，镜子表面光影褪去，单词重组，形成了新的话语。伟大的主人，您想知道卡隆自杀案幕后的操纵者是谁吗？还会主动给我提供情报了。这件事情我因为已经跳出来了，所以没太积极的掺和，就等着职业者们调查出结果，都不觉得有询问的必要。克莱恩暗自喝了一声，轻轻颔首道，想全身镜上一行银白的单词随即浮现。王室顾问赫温·兰比斯，心理炼金会评议团委员之一。心理炼金会王室顾问，克莱恩顿时微皱起了眉头，这让他难以判断是心理炼金会想要谋划什么事情，还是王室某个派系对当前政局不满，试图做些推动。心理炼金会也不像我之前了解到的那样专注于学术和古迹探索啊，是不是所有的隐秘组织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会试图掌握权势，影响世界？毛的需要。也不知道赫温·兰比斯的谋划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决定，如果是前者相对还好，若是后者，正义小姐在心理炼金会的地位越高，越容易遭遇困难的抉择啊。克莱恩思绪一转，回到问答游戏本身，斟酌着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换做别人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克莱恩觉得肯定会被阿罗德斯雷劈，或是用别的办法充满恶意的戏弄。不过他认为灵界之上的至高主宰还是有资格这么问的，也算是趁机试探一下阿罗德斯的底线。全身镜表面，
银色的光芒没有一点滞色的就扭曲变化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单词。伟大的主人，阿蒙如您预料，已经来到贝克兰德。因为他来的是分身，所以我能够看见什么叫如我预料。我什么时候预料过？克莱恩眉毛一挑道，我知道了。好了，这次就到此结束，之后如果再遇到问题，我会用那个收报机召唤你的。是，主人。您谦卑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随时待命。再见镜子表面浮现出了一个挥舞手绢的简笔人。克莱恩默然看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他已做好去南大陆的准备，除了一个给别人看的行李箱装着2套换洗衣物、500磅现金和一些琐碎衣物，其余12125磅现金和87枚金币都丢到了灰雾之上。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克莱恩对上次死而复生后的遭遇印象深刻，如果不是不记名账户里还有正义小姐给的几百磅，他都不知道自己会流落街头多少天，也许只能真的找个马戏团应聘小丑，或是去某些黑帮头目家里借点钱。眼见时间临近3点，克莱恩又一次进入灰雾，准备本周的塔罗会。他之前有在这里做过占卜，得到了除非在同一栋房屋内，否则毒神者阿蒙也无法发现塔罗会成员被拉入灰雾之上神秘空间动静的结论。没过多久，古老雄伟的宫殿内部，一道道深红的光芒豁然蹿升，分别凝固成模糊的人影。已确定这周要重新开始心理课，也就是恢复与心理炼金会接触的正义奥黛丽情绪不错的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站了起来，须提裙摆，行了一礼，下午好，愚者先生。他的对面倒吊人也跟着起身行礼，但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他原本承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上周会把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制作的神奇物品给他，谁知道工匠出了点状况，没能及时交付。为此，阿尔杰准备先在塔罗会上给世界解释原因，然后亲自出手帮那位工匠解决麻烦。行完礼，彼此致意后，隐者加德利亚正要开口，却看见愚者先生屈指轻敲了2下斑驳长桌的边缘。这沉闷的响声让塔罗会成员们一下绷紧了精神，不知道愚者先生要说什么，会说什么，但肯定是大事，值得愚者先生开场就强调的，必然是大事。正义奥黛丽在心里判断道。愚者克莱恩环顾了一圈，微微笑道，阿蒙最近到了贝克兰德，分身阿蒙，毒神者阿蒙。太阳戴里克一下被唤起了不太美好的记忆，无论是寄生于前探索小队队长，在他背后询问你在找我吗的阿蒙，还是蛇一样缠绕于他的灵体之上，戴着尖顶软帽的阿蒙，都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要知道，作为白银城的居民，戴里克见过的恐怖怪物为数不少，能让他仅是想起就充满不安，感觉害怕的却只有那么寥寥几个。阿蒙去了正义小姐、魔术师小姐他们生活的那个贝克兰德，他想做什么？这该怎么办？太阳戴里克突然为同伴们感到紧张。阿蒙，这古老的天使之王也回到了现实世界。果然，大变革即将来临或正在来临，时代的浪潮滚滚涌来。倒吊人阿尔杰眸光一缩，想起了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曾经对他说过的一些话语。隐者加德利亚的想法和他类似，因天使之王重新出现于北大陆，嗅到了不安的气味，脑海内浮现出了一个词组：纪元更迭。阿蒙，十天使阿蒙，古老的天使之王。正义奥黛丽一阵战栗一阵担忧，看了眼有些茫然有些恐惧的魔术师福尔斯和月亮先生，忍不住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开口问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能想办法将这件事情告知教会吗？第158章不用管他。对于正义小姐的问题，克莱恩其实早已思考过，毕竟将麻烦的问题交给能解决问题的官方组织，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做法。但伦纳德和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的反应，让他品出了一点异常。伦纳德是职业者里的红手套，明明随便捏造个线人，就能将阿蒙已到贝克兰德的情报上交给黑夜教会，由大主教、高级执事们决定对策，采取行动，既不暴露自身的问题，又能掐灭隐患。结果他却选择了借任务离开的方案，这里面如果说没点原因，克莱恩就算是用脚趾头思考都不会相信。他初步怀疑，将阿蒙这件事情告知教会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坏结局，所以伦纳德体内的偷盗者途径天使否定了这个处理方案，而他是最了解阿蒙各种非凡能力的存在之一。
当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毫无疑问该模仿经验丰富者。虽然隔了灰雾这一层，真出了什么问题，也只是到正义小姐为止，但还是没必要冒险。塔罗会成员本来就不多，每一个都需要珍惜。愚者克莱恩思绪一闪，摇了摇头，语气平淡，略带笑意的说道：不用管他，不用管他。愚者先生这态度就像在面对一条野狗。他的眼中只有序列灵的真神才值得郑重对待吗？也是，上次太阳被阿蒙分身附体，愚者先生轻松就完成了进化，只要阿蒙不是本体出场，对他而言都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愚者先生开场时强调这件事情，目的应该是让我们小心一点。倒吊人阿尔杰又是敬畏又有所恍然的想着，正义奥黛丽同样解读出了这只是一件小事的意思，心中突的有了些联想。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短暂离开贝克兰德，是不是在避开十天使阿蒙？对愚者先生来说，虽然他还在一点点恢复位格、层次和力量，但要解决阿蒙的分身并不是什么太过困难的事情。之前太阳的遭遇就是证明，他让自己的眷者避开阿蒙，是因为不想引出十天使的本体，这会导致他隐蔽的复苏计划被破坏。他刚才的强调是在提醒我们，担心我们会偶遇阿蒙，并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愚者先生真是很眷顾我们了。月亮埃姆林这个时候才消化完天使之王、毒神者阿蒙出现在贝克兰德的事情。虽然他一向高傲，但经过多次塔罗会后，也知道了天使之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仅次于血族始祖莉莉丝，仅次于位居序列顶端的真神们，是行于地上行于现实世界的最强者。贝克兰德又要出什么事情了？到时候外面肯定到处都是死人、伤者或者病患，我又要被神父驱使着忙碌了。埃姆林回想起大雾霾后那段时间的生活，神情间隐约流露出了点畏惧，畏惧那种事情再次发生。魔术师福尔斯也觉得问题不小，因为十天使阿蒙如果真想做点什么，很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不是他缩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躲避的。他无声吸了口气，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隐含担忧的询问道：尊敬的愚者先生，阿蒙派分身到贝克兰德究竟想做什么？克莱恩斟酌了下用词，噙着笑意，环顾一圈道：寻找你们，寻找我们。这句话就像一道道闪电，劈得魔术师福尔斯等人豁然清醒，脊椎发麻。紧接着，正义奥黛丽将这个回答与刚才的不用管他联系了起来。只觉愚者先生如同看不见边际的海洋，而区区一个毒神者阿蒙的分身仅相当于一块石头，丢下去溅起点波浪，就再也不会造成影响。虽然阿蒙的分身是来寻找我们塔罗会成员的，但愚者先生说不用管他，根本不需要在意。赞美愚者先生。奥黛丽刚才瞬间绷紧的内心又放松了下来。月亮埃姆林魔术师福尔斯和太阳戴里克也品出了类似的意思，他们或向后靠住了椅背，或没有掩饰的吐了口气，或在心中赞颂起了愚者先生。隐者加德利亚没经历过阿蒙分身附体太阳戴里克那件事情，只在后面几次交流时听到了一点，所以了解不多，感受不是太深，仅从天使之王的位格和阿蒙寻找塔罗会众位成员的情况出发，涌现出了一定的担忧。阿蒙这位天使之王为什么会针对塔罗会？他应该是从太阳那里发现我们这个组织的，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又有什么信心？他针对的是愚者先生，他能察觉到与这片灰雾有关的异常。可是愚者先生说不用管他，意思是正常情况下阿蒙没法分辨谁是塔罗会的成员。天使之王们纷纷出现，第五季要到尾声了吗？倒吊人阿尔杰则在紧绷状态得到缓解之后，另外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当初将班西港有问题的事情告知风暴教会时，使用的借口是酒馆内听人提及，而那个人他是按照毒神者阿蒙的形象描述的。还好，教会就算遇上阿蒙，以他们的行事风格，也不可能去求证去质问这件事情。而阿蒙无论怎么表现，因为身份问题，在他们眼里也肯定是非常可疑，必须怀疑的。阿尔杰并不担忧自己会因为这种小问题暴露，他只是觉得以后在涉及高位者，尤其是天使及以上层次时，得尽量小心一点，不要随便拿他们当盾牌。于是他在心里告诫起自己，虽然不是每个高位者都能达到那种凡有言必备之的层次，或拥有类似的能力，但如果提的多了，
说不定就会被命运推着，与对应的那位相遇。毕竟越往上走，与命运的联系越深。克莱恩见塔罗会众位成员，尤其在贝克兰德的那3位，已经对阿蒙分身有了警觉，充满戒备，且失去了鲁莽的心思，不打算针对毒神者做点什么，心中安定了下来，微微后靠，悠闲地看着众人。示意接下来的环节交给你们。隐者加德利亚收起对当前时代、对南北大陆、5大海洋的担忧，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尊敬的愚者先生，这次又有3页新的日记。”他清楚地记得，上周周一塔罗聚会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就将那2个罗塞尔文的含义写信告知了女王。结果等到周末才收到回信，里面是3页新的日记和一个不长不短的问题：他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在哪里？在那个岛上，还是星空的深处？隐者加德利亚反复阅读这句话时，似乎有感觉到女王在书写时情绪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不像正常状态那么内敛。对此，他凭借对神秘女王贝尔纳代的了解，无声叹息了一句：在女王的心中，罗塞尔大帝真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啊！这就是他始终不敢晋升序列2的原因。克莱恩无从知晓隐者女士内心在想些什么，点了点头，示意他具现出新的罗塞尔日记。很快，那3页黄褐色的羊皮纸出现在了他的掌中。3月10日，又一次参与了那个最古老、最隐秘组织的聚会。经过这么多次的观察，我越来越疑惑一个问题：什么叫符合时代的潮流？谁规定的时代潮流？如果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等到一切的终结出现，最初那位造物主将从死亡里复苏，从沉眠里醒来，将所有都归于自身，开创新的世界、新的历史，那他们根本没必然让时代的发展符合潮流、符合预期啊！快点策划各种阴谋，挑起世界大战、天使大战，甚至神灵大战，不就能更快达成目的了吗？或者说，时代本身就是最初那位造物主的一部分，只有时代发展的符合预期，他才能从中汲取到力量，复活过来。这不科学。当然，我现在见到的、参与的都不是那么科学。其实吧，按照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复活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造物主呢？大家做个样子，意思意思，各自享受，自由无拘，不是更好？据我观察，嘿嘿，这里不少成员和我的观点类似，不过也有部分顽固死板，严格遵循着他们的理念，也不知道该成为理想主义者，还是狂热的邪教徒。我最看不透的是那位神秘的首领，赫密斯老先生告诉我，这个组织最早就是他，应该是他与部分拥有同样信念或目的人组建的，可是他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对许多成员借这个组织做自己的事情从不阻止，有的时候我都会忘记他的存在。他似乎就喜欢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大家对话，但在一件事情上，我见识到了他的权威，一位违背了他们口中时代潮流的高序列强者，在他的推动下，只用了30秒就成为了清除对象，而我相信那个可怜的家伙活不到今年的夏天。他究竟是谁？第2季残留的某位古神？罗塞尔在最后那句话连用了2个问号，以表达内心的强烈疑惑，这是他少有使用的方式。克莱恩怀疑这成为了神秘女王贝尔纳代挑选日记的标准。第159章奇怪的小教堂。黄昏影视会的神秘首领喜欢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大家对话，一旦想要做某些事情，很快就能达成共识，这还真是符合观众途径的特征啊！我越发觉得他是阿蒙的兄弟，另一位造物主之子亚当。大帝到了后期，从门先生那里知晓了不少隐秘后，应该也能做出类似的判断。克莱恩一边将日记的描述和自己了解的情况做出的猜测彼此印证，一边视线下移，阅读这一页剩余的内容。3月11日，越是回想昨天的事情，越是感觉可怕，一位半神半人的存在，就在那3言2语间被决定了命运，他甚至没有机会表示反对。而那个古老隐秘组织的人员构成，让我相信，除了对付7位正神的教诲，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哪怕颠覆一个国家，也不是没可能办到。真是庆幸啊，我被拉入了这个组织，要不然说不定哪一天就遭遇了莫名其妙又无法对抗的刺杀，死不瞑目。这种藏在幕后，暗中审判别人，决定目标生死的组织，只是想一想都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即使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也有点胆战心惊，心怀恐惧。这个世界比地球不知危险了多少，
也许只是天生灵性较高，也许只是翻阅了一本古代典籍，也许只是正常的坐船经商，也许只是看上了某个美貌的少女，也许只是热爱旅游，进了某些城堡，也许只是半夜被隔壁打架的声音吵醒，也许只是发明创造了什么有意义的物品，说不定都会莫名其妙、凄惨无比的死去。而这就是我想要提高、努力晋升，以主宰自身命运的动力之一。我肯定能成功，我可是这个时代的主角。笑，3月12日。我觉得有必要主动的寻找和搜集一些第4季、第3季乃至第2季的资料。参加那个古老隐秘组织的经历告诉我，这里面或许隐藏着数不清的秘密，会影响当前纪元走向的那种。可惜，类似的资料少到让人发指，不是被教会收藏，就是惨遭摧毁。我觉得仅靠自己的手下，很难有什么收获。最好的办法还是提升自己的序列，在教会内部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限。从这页日记可以明显看出，大帝与门先生建立联系，是在加入黄昏隐士会很久之后，说不定都已经是高序列了，否则没法承受住门先生的抑郁。比起大帝，在历史探索方面，我简直容易太多。第4季有他的日记，第2季有白银城，时不时还能遇上天使之王残魂演化的恶灵。从中期开始，大帝的中二似乎好转了不少。克莱恩姿态轻松地翻到了第2页日记。5月18日，这段时间总是做噩梦，梦到自己身穿银灰色的古代盔甲，坐在一个悬崖边缘，前方是静静涌动、看不见底部的黑色雾气，里面充满了堕落与邪意。仅仅只是看到，都会遭遇影响。到了最后，监控着深渊的我脸上长出了漆黑复杂的花纹，皮肤变得坚硬，隐约有粘稠的液体在表面流淌，眼睛彻底失去了理智。这是深渊的映射，这是我上个月看见并尝试进入的深渊的映射。随着这噩梦越来越频繁，我发现我越来越容易产生极端的想法。平时只是揍一顿的愤怒，可能会导致肢解目标的念头闪过。还有，我的后背长出了一颗颗暗红色的疙瘩，我的体温在逐渐降低，这是被深渊腐蚀了吗？得想办法确认和解决一下了。暂时不能找教会，否则会不得不透露那个原始岛屿和深渊的存在。可以找永恒烈阳的牧师和主教们，他们应该更擅长净化。5月19日，通过关系得到了隐秘的治疗，整个人一下轻松了不少，之前所有的异常都在好转。高兴之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只是探索了深渊的外围，并未接触任何一个高位的恶魔，甚至有黑王座号上的某些物品抵御腐蚀，也不知不觉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堕落的征兆。那些罪犯途径的非凡者，时不时就得向高位恶魔献祭，遭遇的侵蚀肯定更加严重。日积月累后，多半已无法治疗，只能连人带气息一起彻底净化。同样的，高序列非凡者，尤其是天使，应该可以主动的对同一途径的中低序列非凡者施加影响了，并且因层次的不同，有相应的范围限制。等到成为了真神，多半就能全世界、全灵界无阻碍的沟通了吧？这么深入地想一想，我岂不是会被工匠之神，不应该叫蒸汽与机械之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这有点可怕啊，似乎只有成为半神，才能初步摆脱。幸运的是，第5季以来，在没有真神们离开星界、降临大地的例子，相对没有真神的途径，问题反而不是那么严重。5月20日，萎靡了一段时间的我，重新回到了社交场。妈的，那群混蛋私下嘲笑我最近总不出门，是因为之前浪得太厉害，身体变虚了。就因为我前面总是做噩梦，睡不太好，黑眼圈比较明显。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赋异禀。天使层级对同途径中低序列的影响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超远程的一语传递，主动的特性吸引，不管在那里，只要对方诵念尊名，就能做出回应的神性。彼此相遇时，直接对非凡特性的侵蚀或剥夺。如果这些都具备，那相当于一个小号的神灵了。难怪在第2纪元，天使被称为从神。克莱恩思绪一转，翻过手里的纸张，开始阅读最后那页日记。10月12日，爱德华兹跑来告诉我，他手下一位骑士偶然发现了个古怪的小教堂，可能与第4季之前的信仰崇拜有关。这我就很感兴趣了，立刻就赶到了这个叫做贝芒的小城。10月13日，贝芒是个建在山上的小城，房屋全部有突出的圆顶，就像戴了顶白色的草帽，很有特点。沿着街道一路上行，走完好几处阶梯，
终于找到了那个古怪的小教堂。从外表来看，它就像一处普通的民居，没什么特殊，直到走进去才能发现不同。这里只有一位神父，他是个和煦内敛的中年人，穿着简朴的白色长袍，留着几乎遮住下半张脸的淡金胡须，有一双清澈如同孩子的浅色眼眸。他称这里是造物主的神庙，任何一个种族的生灵，任何一位神灵的信徒都可以进入。听他提到这个，我又记起了之前一个疑惑：7大正神之外，其余的信仰都被视为异教，不可能光明正大地修建教堂，除了最初的造物主，但是从未有相应的教会诞生，就连教堂都极为罕见。这个小教堂的前面有一个简陋的神龛，那里摆放着一个背负十字架的男子，这应该就是所谓造物主的神像。我坐到了前排，和神父闲聊，他告诉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他说，在人类刚诞生的年代，主宰天空、大地与海洋的是各种疯狂嗜血的怪物，他们是后来巨龙、巨人、精灵等种族的源头。这些怪物尽情张扬着自身的欲望，肆虐于各个地方，似乎用不了多久就会毁灭整个世界。这个时候，造物主苏醒了，收回了赋予他们的特殊和力量，并赐给人类。在之后，他重新沉睡，并留下了一则预言：当疯狂、残忍、贪婪、放纵、冷漠、嗜血又一次淹没大地，他将醒来，收回一切。说着说着，那个神父攥住胸口的十字架坠子，无声祷告了起来。这样的神话和教会典籍里的完全不一样，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有点意思。10月15日，回到特里尔1天了，我才想到我竟然没有询问那个神父的名字。算了，以后还有机会。我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我，我肯定会再去那个小教堂的。这不就是白银城神话的缩略模糊版吗？第2季末尾第3季初期那一段。那个神父看起来知道不少啊，或者说将相应神话一代代传下来的组织知道不少。克莱恩念头一动，手中的日记一下消失，然后他抬起脑袋看向了隐者女士。说罢，隐者加德利亚当即低头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想知道罗塞尔大帝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在哪里？在那个岛上，还是星空的深处？那个岛上让格林死亡让大帝诧异的那个原始岛屿。看来大帝后期对这座岛屿相当重视啊，就连彼时的神秘女王贝尔纳代都有一定的察觉。星空的深处是什么意思？星界或者其他星球？大帝很多地方表现得太超越时代，所以被女儿怀疑是外星人。这虽然有点荒谬，但很符合逻辑，毕竟很多研究证明，这里是星球，太阳是恒星，在此之外是无垠的宇宙，是数不清的恒星系统。我该怎么回答？不可能直接讲穿越的事情，但又不能什么也不说。克莱恩略作沉吟，含笑摇头道：都不是第160章各自的理解，都不是。隐者加德利亚咀嚼着愚者先生的回答，忽然有点不明白刚才那个问题的真正意思了。他原本以为罗塞尔大帝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必然牵涉哲学或神秘学层面的因素，比如那个岛屿代指所信仰神灵的神国，星空的深处隐含星界之意，象征罗塞尔大帝只相信自身的超我，目标直指神座。结果愚者先生表示都不是，这也就否定了几乎所有可能，让人想不到别的答案。也许女王想问的不是我理解的内容，愚者先生的回答则指向着另外的意义。我能不能弄清楚不重要，我只是他们沟通的道具。加德利亚于心中叹息了一声，诚恳行礼道：感谢您的解答。其余塔罗会成员对这一问一答更是茫然，虽然他们知道前因，也能理解心灵与精神归宿的具体意思，但完全无法将这与岛屿、星空深处联系在一起，于是各有解读，各有猜测，却又觉得与正确答案应该相差甚远。在魔术师福尔斯的下意识想法里，那个岛也许是罗塞尔深埋最心爱女人的地方。星空的深处意思是这位大帝晚年将目光投向了他所谓的星辰大海。正义奥黛丽则认为那个岛是心理学层面的自我意识之岛，海上部分是显意识，海底部分是潜意识，而星空代指灵性天空，代指星界。于是相应的问题就变成了罗塞尔大帝在信仰自我，还是神灵，或者纯粹的自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愚者先生给的答案就相当奇怪了，似乎在说罗塞尔大帝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他自己。我似乎理解错了，可如果真是这样，
愚者先生口中的罗塞尔大帝看似矛盾，实则隐藏着什么深层次的秘密，或者他晚年看透了人生，思考起宇宙、世界、神灵、人类的本质，成为了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奥黛丽就像在锻炼自己能力一样，颇感兴趣的想着。倒吊人阿尔杰的想法与隐者加德利亚接近，月亮埃姆林考虑了一会后，觉得没什么头绪，果断放弃了推测。太阳戴里克对罗塞尔大帝毫无兴趣，却没有打破静默，反复思考着等下要交流的事情。终于，灰雾笼罩下的愚者轻笑了一声道：“你们开始吧。”倒吊人阿尔杰当即望向了青铜长桌最下方的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斟酌着语言道：“抱歉，你的那件神奇物品可能还得等待一阵。”不等对方开口，他快速给出了解释。那位工匠奇怪的染上了疾病，周围又出现了可疑的窥探者，所以耽误了时间。我会亲自过去一趟，看能否解决掉他的麻烦，让他尽快恢复状态，争取在这2周内将你需要的神奇物品制作出来。他说的非常诚恳，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和重视。可实际的描述里，却悄然将责任全部推给了那位工匠，仿佛在对世界说：如果你真的不满，我会帮你教训对方的。若这样还不够，我甚至可以给你具体的地址，让你亲自上门。那位工匠有麻烦了啊，倒吊人先生还是很重视吗？非官方的，或者说愿意接来历不明订单的工匠非常稀少，能保住这一个，还是得尽量保住。克莱恩沉吟了一下，让假人世界嘶哑着回应道：我同意这次的推迟，但没有下次了。他说的很是平淡，却听得倒吊人阿尔杰悚然一惊，似乎感受到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内蕴的杀意。感谢你的理解，他表面沉稳的说道。旁听着2人交流的隐者加德利亚见状，看向倒吊人，微勾嘴角，推了推眼镜，主动开口道：如果你解决不了那个麻烦，我可以帮忙。在他看来，要是问题不大，甚至可以免费，毕竟这意味着他绕过倒吊人，直接和那位工匠建立了联系。倒吊人阿尔杰怎么可能不明白隐者这位海盗将军真正的用意，只觉对方展现出了强大的侵略性，让自己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他顿了顿，不动声色的回应道：那我代替他提前感谢你的善意。他一方面表现出了自己和工匠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则没有直接否决，给自己预留了退路。比起被格尔曼斯帕罗找麻烦，牺牲点利益也不是不能接受。隐者加德利亚没有纠缠这方面的事情，转而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那份西拜朗情报还满意吗？他在上周周四已经搜集并整理好格尔曼斯帕罗需要的西拜朗情报，借助那奇怪的信使交给了对方。他对愚者先生充满畏惧，但凡有别的办法，都不愿意打扰这位存在。花了我足足300磅，若是不合格，我当场就退货了。克莱恩嘀咕了一句，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嗯了一声，算是回答。然后，这假人的目光投向了魔术师小姐。福尔斯顿时就不自在了，仿佛被猫盯住的老鼠，忍不住在心里思考起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情。难道我和修交流时对道恩唐泰斯的描述不诋毁被他听到了？或者说他不满意我没退钱？福尔斯没去想之前那个保镖任务已经过去了好多天，略有点战战兢兢的开口问道：世界先生，有什么事情吗？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点了下头道：一个委托，从亚伯拉罕家族那里拿到临界卡尔德隆城的情报，最重要的是定位卡尔德隆城。世界怎么忽然开始寻找这个神秘的临界城市？愚者先生的吩咐，这是他复苏计划里新的环节。隐者加德利亚对卡尔德隆城有一定的了解，此时颇有点错愕。其余塔罗会成员，包括魔术师福尔斯在内，都不清楚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想找的究竟是什么城市，只能保持住沉默。其中，月亮埃姆林隐约觉得自己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具体的细节。3-4秒后，魔术师福尔斯挤出了笑容。没有问题，我会帮你询问的。需要多少报酬？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语气平淡的问道。1000磅，不，500磅，不，还得扣掉保镖费。魔术师福尔斯念头电转，最终报价道350磅，很便宜啊。卡尔德隆城的详细情报除了临界七光，多半只亚伯拉罕家族才有。对魔术师小姐来说，就是问下老师的事情，确实简单和方便，难怪要价不高。克莱恩先是诧异，旋即释然，让假人世界轻轻颔首道：成交目睹了这笔交易的正义，
奥黛丽则察觉到了一个有趣的点，魔术师小姐似乎很怕世界先生，怕到有点条件反射。她之前和道恩·唐泰斯见过面，却不知道那是格尔曼斯帕罗，并且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周约他和修道格莱林特那里见面，看能否问出点什么。奥黛丽若有所思的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此时见世界已没有别的事情，月亮埃姆林略显急切的侧头看向太阳。序列5人造吸血鬼的非凡特性有了吗？我还没有攒够功勋。太阳戴里克这次并没有羞愧，反倒觉得月亮先生太着急了。序列5非凡特性需要的功勋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攒够的？月亮埃姆林样样转回了脑袋，忽地想起一事，忙对魔术师小姐道：古老怨灵的诅咒物和残余灵性有线索了，我正在等待具体的内容。这可能不是直接给你物品，而是提供一个情报，告诉你贝克兰德附近哪个地方有古老怨灵出没。说到这里，埃姆林想了想道：300磅，也就是说，需要我自己去猎杀那个古老怨灵。在各种神秘学传闻里，这都是相当厉害的怪物。听完月亮先生的话语，福尔斯第一反应就是为难，第二反应是要不把猎杀任务委托给世界先生，对方肯定能又快又顺利的完成。可想到雇佣世界先生的费用肯定远超古老怨灵的价值，他又觉得还是自己尝试一下比较好。等到修成为了审讯者，两人一起，把握应该会大很多。而且我还有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上面抄录有半神层次的龙卷风和天使之拥，抄录有许多奇特的非凡能力，在高序列以下几乎就是神器啊！我实战经验并不是太多，大部分时候都只是逃跑，这算是个机会。魔术师福尔斯很快有了决断，对月亮埃姆林道：成交又确认了点别的事情，交易环节就此结束。克莱恩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抢在倒吊人先生前，环顾一圈道：我初步调查清楚了贝克兰德的卡隆自杀案，